新能源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动力到底靠不靠谱？致敬 L7搭载的是别克的臻龙增程，重点就是解决大家对增程车的4个担忧：亏电以后动力会不会虚？发动机介入的时候会不会吵？纯电续航到底能跑多少？电池衰减快不快？我先说动力体验，哪怕电量不高，它的加速表现和满电状态差别并不大。官方说满亏电加速差小于0.1秒，实际开下来也确实感觉不到明显落差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用担心电量掉到20%之后，车突然变得迟钝。我们都知道，增程车需要靠发动机发电，但一般用户最怕就是突然介入带来的噪音和抖动。L7在这方面处理的就挺自然的，声音被控制的比较轻微，方向盘的震动也不明显，整体感觉呢就像一台纯电车在开。续航方面，302公里的纯电续航，城市代步1周1充就够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，长途的时候也能放心用油补能，不挑场景。车子好不好开，除了动力，底盘也是很关键的。别克在燃油车时代就以底盘功底见长，L7在过小的颠簸时候，悬架动作很干净，不会有多余的跳动，遇到大起伏的一个路段，车身姿态也能稳住，没有后段下沉或者是多余的摆动，整体感觉就是舒适和稳健的结合。切到运动模式，方向盘的手感会更紧致，悬架支撑性更强，过弯时的车身侧倾控制得很住。虽然它不是那种强到极限操控的调教，但给我的信心还是很足够的。尤其是高速变线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底盘和车身的一体性非常强。总结一下 ，L7解决了增程车常见的痛点：动力不虚，介入顺畅，续航覆盖日常和长途，底盘坚固舒适和稳定，操控也给到足够的信心。对于想要变感受又不想受限的用户来说，这套组合还是挺实用的。试驾现场还准备了一台享借2025款增程后 G-Max， 售价大概是30-40万。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，它和别克致敬 L7的主要差别在哪儿？我们先看看底盘差异。享借的悬架调教比较软，市区低速的时候舒适感不错，但一旦遇到长坡大起伏，车尾支撑就会显得有点不足，甚至容易出现轻微触底。而致敬 L7，它的悬架在舒适和支撑之间找到了更稳的点，过弯或者是高速并线时，车身姿态能更加稳住，不会让人觉得心里发虚。咱再说说这动力上的区别在哪 ？L7在亏电状态下的加速表现和满电几乎没有差别，而享借这边则比较依赖电量，低电的时候动力比较明显会打折扣。当然，两台车都各有各的用户群，但如果你经常跑长途，或者希望一台车在不同电量下能保持一致体验，如果我选，我觉得 L7会更加让人放心。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是你跑个几百公里的高速，会更加想开哪一台呢？这次试驾，别克致敬 L7给我的感觉很深刻。近看上它的外观很有辨识度，座舱在设计和舒适性上都考虑的比较周全，智慧座舱的流畅度和功能也补全了合资品牌以往的短板。动态部分，臻龙增程解决了常见的焦虑，底盘保持了别克一贯的稳健，开起来既轻松又有信心。合资新能源要走的新路其实既要有可靠的造车底子，也要给到用户真正好用的智能和动力体验。致敬 L7算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。